美国极限施压，以色列带头冲突，伊朗面临美伊混合上打，真的无路可走了吗？今天我们来讲讲，伊朗要被美国和以色列混合上打。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评估，我是一评估。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是，两艘航母齐聚地中海，以色列带头冲锋。美伊要夹击伊朗。美国为了维持全球霸主地位，一方面挑起俄乌冲突，让整个欧洲陷入战争阴影；另一方面又在亚洲组建小团队，不但向自己最大竞争对手中国施压。难怪有人会说美国是祸乱世界的根源，这句话说的真是入木三分。但是美国并不满足于此，今日重新开启的美伊核谈判又一次走到了关键时刻。美国在这种时刻又玩起了心机，不但出动大量战机对叙利亚的伊朗军事目标进行打击，与此同时还有消息传出，美国刚刚完成修整的布什号航母战斗群已经驶向地中海地区，并且准备和以色列模拟展开先进战机进攻伊朗的军事演习。另外，美军的多罗门号航母战斗群也一直在地中海游弋，很快美军的2个航母战斗群将齐聚地中海。许多分析人士都认为，美军此举一方面可以继续观察俄乌冲突的情况，另一方面这是在军事威胁伊朗，逼迫伊朗答应美国对伊朗核问题提出的要求。虽说伊朗军事力量不错，但是也仅限于中东地区，如果放眼全世界还是排不上号的。而美国虽然近些年来有些衰弱，但是军事力量还是保持着世界第一的水准，再加上如此庞大的海上力量停靠在伊朗家门口，要说伊朗现在毫不畏惧，那绝对是在胡言乱语。美国这样做也不是想要开战的意图，毕竟中东地区已经不能算是美国最看重的地方，而且伊朗对美国也构不成太大的危险，所以美国更倾向于伊朗服软，说不定对伊朗的要求还会放宽点。但是伊朗如果和美国恢复关系，就非常不符合一个国家的战略利益，这个国家就是以色列。以色列和伊朗算得上是不共戴天，仇深似海，所以以色列肯定不会接受伊朗与美国的妥协。以色列总理随后就抨击了美伊核协议，还表示不会承认协议的任何内容，并且还要对伊朗的核设施进行打击。与此同时，以色列战机突然出动，越境袭击了一个叙利亚的科研中心。据说这个科研中心就是伊朗的秘密军事基地，这样一来就把矛盾彻底点燃了。伊朗也不可能再坐下来和美国谈了，美国一看又是以色列这个亲儿子坏了好事，事已至此还能怎么样？只能积极配合，因此随后频繁袭击伊朗的军事目标。由此看来，美国和以色列是准备对伊朗混合上打了。有人或许会问，为何美国会对以色列如此千依百顺呢？其实这已经不是稀奇的事了。一方面，以色列是犹太人的国家，而美国起码有1半的富豪都是犹太籍。另一方面，美国多年来四处树敌，其实在中东地区已经没有什么朋友了。从此前美国总统向沙特和阿联酋求购石油被拒绝就可以看出，以色列就是美国在中东地区最后的堡垒。无论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还是战略方面的考虑，美国都必须保住以色列。现在巨大的压力到了伊朗这边，伊朗似乎也到了无路可走的地步。伊朗是会顺利渡过难关，还是会被美伊混合上打吹个稀烂？我们也只能拭目以待了。好，今天的话题就聊到这儿，谢谢你的关注。